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，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她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。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而且听说之前有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。大家找来专家，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出了故障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自动鸣笛，这就有点怪了。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他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还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这人有毛病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微弱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有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天桥上就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仪器一测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自动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呢？他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
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。他并不是理发师，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，把头发固定住。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这是要干嘛呢？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大叔也没回应，自顾自的比比划划。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，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。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，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，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，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拿在手上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脸上就会出现伤口，手臂上也有抓伤。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，自己的指甲很短，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。他现在怕得很，给卧室装上了监控，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，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。睡梦中，他下意识地把猫推开，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，在地上不停地抽搐。主人一脸疑惑，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？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，它的行为也很古怪，变得焦躁不安，愤怒地撕咬被子。这只猫到底怎么了？专家查看录像后猜测，猫咪应该是梦游了，它可能做了噩梦，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。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说明和他小时候痛苦的经历有关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猫就是他捡来的。发现他的时候，看着马上就要死了，医生建议可以先给他吃药试试，还要给他更多的陪伴，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晚上，主人还用上了安神香薰，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。他听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，那他晚上还会咬主人吗？只见半夜小白又醒了，径直来到主人旁边。这次小白没有下嘴，趴在主人旁边再次睡了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小白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。
为，看起来小白已经康复了。然而接下来这只猫咪的行为更加迷惑。这只猫每天往主人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接着蹲在主人旁边，直接往脸上吃。关键猫咪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。主人很崩溃，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？还说这样撒尿已经1年了。主人尝试过很多方法，也打过它好多次，都无济于事。没办法，主人决定戴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。刚睡了一会儿就把头盔摘掉了。没一会儿，小白凑了上来，确认主人已经睡着后，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脸，接着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撒尿。主人再次惊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，医生也被逗笑了。第一次见这种迷惑行为，医生表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撒尿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自己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小白还患有社交恐惧症，所以经常会独自一人蜷缩在角落。医生建议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可以看到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，就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晚上7点，理发店的感应门就会自动打开，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。然而在白天，门却可以正常工作。一旦到了晚上7点，门就会诡异的自动开关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进来一样。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依然自动打开，顾客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店主联系了感应门厂家，厂家却说一切正常。店员猜测可能是地板上的头发影响到了传感器。为了验证这一说法，他们抓起一把头发丢在门口，门还真的打开了。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如果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，头发必须要一直在门口掉落才可以。另一个员工猜测，可能是对面那个神秘人操控的，他总是蹲在对面台阶上看着理发店，但想想也不对，即使他不在的时候，门也会自动开关。第3个员工认为，可能是灯光影响到了传感器，因为他家的招牌灯都是7点开始亮，这个看着最有可能。接着关掉了店内所有灯光，果然门就停止了移动，但没过2分钟又开始自动开关。很明显，所有猜测都是错的。这时顾客说出了另一种可能，因为之前这附近就出过车祸，可能真的有鬼，而且是一个想剪头发的鬼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一直在门口徘徊。店员开玩笑似的对着门口喊道，进来吧，给你免费剪头发。没想到啊，本来正在关闭的门瞬间就打开了，大家都快吓尿了。但凡事要讲科学，我们找来了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。师傅拆开感应门的控制部件，又是测电流又是测电压，研究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原因。师傅说一切看起来都是好的，感觉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感应门，这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下面这个村子也正在遭受声音的困扰，村子里整天传来敲打钢管的声音，声音每隔2小时出现一次，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很多村民都无法睡觉，甚至还报过警，依然没有任何发现。专家分析了声音，发现声音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制造的。节目组在村里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还是只能听到声音，却找不到任何奇怪的人。在村里排查了好久，终于确定了声音的大体位置。有个村民说，之前也怀疑过这里，但只要上前查看，声音就会停止。工作人员继续在附近排查。这时，一位神秘的村民向节目组反映，说他知道声音来源，说是自己丢垃圾时偶然发现的，确定声音就是从那扇窗户里传出来的。那这样好办了，架起摄像机对准窗户，等待声音出现。几分钟后，窗户突然被打开，只见有个人在敲着什么东西，接着就传来了熟悉的敲打声。工作人员赶紧上前询问，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。第2天，节目组继续上门拜访，这次门终于开了，问他为什么要发出声音，他却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楼上一直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家走路，自己为了反击才发出声音作为警告。节目组询问楼上邻居，邻居却说自己从来不会在家里穿高跟鞋。这就奇怪了。医生认为他患有被害妄想症，以至于出现了幻听，必须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经过多次劝说，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。困扰村民3个月的声音终于停止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这座空房子又发生了怪事。这座没人住的房子里经常传来说话的声音，还一直出现一些新鲜食物。附近的村民说，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个男人，但房子的主人4年前就去世了。那这房子里面到底是谁？节目组决定在门口蹲守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进了房子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只见他拿出了一堆盒饭，接着和照片上的人说话，甚至还喂照片吃饭。喂了一口饭后，他好像感觉到照片上的人对饭菜不满意，他接着说明天带个大鸡腿。工作人员上门询问，他说照片是他哥哥，照片后面还摆着哥哥的骨灰盒。自从哥哥去世后，他就一直和哥哥的照片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擦照片，给哥哥道别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家里也摆满了哥哥的照片，还一直对着照片说话。妻子也见怪不怪了，原来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哥哥不得不辍学打工，承担起了照顾弟弟们的责任，还说哥哥经常把好吃的让给他们，因为哥哥去世的时候自己没来得及参加葬礼，感觉非常愧疚，久久无法释怀，只想尽量去弥补遗憾，所以才会一直陪着哥哥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。慢慢的，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，但1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，全程监控。第2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。电话之谜总算解开了，但下面这只狗狗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，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它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它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它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1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大叔的耳朵是个吹风机。
伙在大妈的卧室偷偷安了摄像机，正对着床头，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每到半夜3点50，大叔的手机都会准时响，妻子明明就在身边，手机里却传来妻子的声音，一直重复说着在不在，听着像是正在通话。查看手机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，起初以为手机有问题，赶紧拿去修，结果手机一切正常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诡异现象搞得老两口心神不宁。最怕的人是大妈，之前还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，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浑身哆嗦，每天靠吃药才能入睡。怕大家不信，大妈提议在卧室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画面显示3点50手机准时响起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在不在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感觉不像有人在搞恶作剧。记者查看手机，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说不记得定过闹钟，就算是闹钟，那也不应该是妻子的声音啊。大家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半夜响起的声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叔把之前大妈说话的声音录了起来，阴差阳错就设置成了闹钟铃声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他家天花板上不停地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不得已只能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，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，比鲱鱼罐头还要臭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大妈给家里装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各放1台，全天24小时开着，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卧室里，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这臭味已经持续了3年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，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。奇怪的是，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，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，接着又是厨房、卫生间，都没有检测到任何数值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个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这气味的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啊，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检查后才发现，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。也就是说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传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解决了臭味问题。而下面这家人遇到了更神奇的事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，上面显示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，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查看监控，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。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，虽然过去了16年，信件依旧保存完整，表面也干干净净。她百思不得其解，仔细想了想，终于想了起来，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，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。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，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，一切流程都没有错，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？随后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工作了3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另一个人猜测，这封信可能漏在了某个犄角旮旯里，当时没有发现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，邮局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概率极小，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，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。之前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家人得知真相后长舒一口气，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，如果搬家了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。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，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，他看着看着就哭了，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他仍在工作，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。打开电表的瞬间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
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他天被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。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
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啊，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！难道墙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啊，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，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。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。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，和头发确实很像。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嗨，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开展手术几个小时后，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。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，确实非常像。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，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。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，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。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。
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校长为了帮学生作弊，特意买了的西瓜，这西瓜大有妙用。校长直接给监考老师送了一大盆，老师在门外一块接一块的吃，完全顾不上里面的考生。学生们疯狂传纸条，然而这个全班学习最差的孩子却把衣服都掀了起来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谁都想不到，他却考出来连自己都不信的高分。然而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他一来上学，整个学校都崩溃了。老师让用因为所以造句，他信心满满的举手，因为肚子大，所以要送蛙。直接被怀孕的老师一脚踢了出去。老师让他向学霸看齐，他就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路看齐。女同学占了他的秘密基地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把所有女孩都吓跑了。再不从我这个好地方吃去，还得跟谁玩？下来跑！放学后，他偷偷跑到水库洗澡，结果被校长看到了。他躲在草窝不敢露面，眼睁睁看着校长把衣服拿走了。这下惨了，他一手捂前面，一手捂后面，就这样一路捂回了家。为了惩罚他，校长还把他座位安排到了角落里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这样更方便自己看小人书了。下课就去阅览室偷小人书，被校长抓个正着，还要他把家长叫来。没办法，学校里的小人书看不了，那只能自己去搞。他在外面搞到几本小人书，回学校刚准备显摆一下，又被校长抓到，小人书又被没收了。回家后，爸爸把他剩下的小人书也全烧了。看着自己拼命搞到的小人书被一点点丢进炉子，他心疼极了。后来怀孕的老师去生娃，新来的粉蹄老师成了他的班主任。老师第一天就把他从角落调到了前排。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老师还把学校阅览室的小人书都发给了同学，竟然还让他当了图书管理员，这把他牛到不行。回家就给爸爸说自己出人头地了，爸爸却说没有3好学生的奖状有个球用。他从没想过的什么3好学生，只觉得老师人很好。有次午休，他从桌子上掉了下去，摔得满身土。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自己床上睡觉，他尿急穿着老师的拖鞋去厕所，把拖鞋都尿湿了，来回甩2下，在墙上擦了擦，就又回去睡觉了。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很香，结果错过了下午课，被校长一巴掌呼醒了。后来校长发现同学们都在看小人书，直接把粉蹄老师说了一顿，还说在这里成绩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。看到粉蹄老师受委屈，他暗自发誓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好，给粉蹄老师争口气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他竟动起了歪脑筋，在身上做小抄，结果被粉蹄老师看到，直接让他去河里洗干净，还告诉他考试可以不及格，但是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。说完老师就走了。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靠实力说话了。他开始废寝忘食学习，早上到学校背书的时候，校长还没起床呢，随时都捧着书，连晚上点蜡烛也要看书。这次期中考试是全县联考，为了让学校在全县的排名靠前，校长给学生开会，要求互相帮助，还切了一堆西瓜给监考的老师吃。这些老师都是其他学校过来交叉监考的，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学生作弊。粉蹄老师来巡考，他直接掀起了衣服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校长拿着学校全县第1的奖状春风得意，他自己成绩也超过了70分，进步非常大。粉蹄老师很高兴，说会给他颁个学习进步奖。表彰大会上他望眼欲穿，结果奖状都发完了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奖。原来校长说只有3好学生奖，没有学习进步奖。为了不让他伤心，粉蹄老师用自己的口红给他画了一个进步奖，当着全班给他颁奖，还给他照了相，这把他得意的不行。回家后把奖状贴到了最高的地方。这天午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偷偷溜到老师房间，摆弄起了老师的相机。玩着玩着突然发现老师回来了，他赶紧把相机还了回去，刚想走却发现来不及了，他直接躲进了床底下，这才发现老师带来一个男的。门关上后，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。看着老师垫起来的脚，他心里有点莫名的心疼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随手摸了几个垫床脚的木块，垫在了粉蹄老师的脚后跟。下午上课他一直心不在焉，听到同学们讨论，他这才知道原来这男的就是粉蹄老师的男朋友。下课后又遇到了这个男的，还穿着粉蹄老师的拖鞋，这可是被他标记过的拖鞋啊，这把他气得不行。一起跳绳的时候，他故意把绳子甩得飞快，故意让这男的出糗，还把沙包直接往他身上丢，结果被粉蹄老师凶了一顿。这是老师第一次对他凶，他难过的躲到了墙角，看着老师的男友往头发上抹发胶，弄得溜光水滑的，看起来粉蹄老师非常喜欢这种造型，他也决定回家搞一搞，没有发胶就用胶水往头上一抹，整了个刺猬头，这把他帅到不行。结果来到学校就被同学一顿嘲笑，他去找粉蹄老师还小人书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就看到老师在喂男友吃面，他把小人书放在窗台，转身默默走开了，还没走2步就被老师叫住了，让他带着老师和男友去他的秘密基地。粉蹄老师给男友分享着他藏的小宝贝，男友踩着秋千，完全不感兴趣，这是他和粉蹄老师独有的秘密基地，他莫名难受，决定报复老师的男友。
趁他们不在，用刀子把绳子悄悄割断了一点，就等着看老师的男友摔个狗吃屎。他们回来后，粉蹄老师玩上了秋千，结果老师摔了下来，手都摔断了。这下闯祸了，他爸爸说什么都要把这棵树砍掉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眼睁睁看着树被砍倒。从此之后就没再见过粉蹄老师了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他收到一封来信，是粉蹄老师寄来的。信上老师说自己身体早就好了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，还让他好好学习。看完信后，他如释重负。这封信让他放下了悔恨和内疚。下课后，他来到那个树桩下，把收藏的宝贝都埋了进去，埋在了那个曾经的好地方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：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，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，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
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多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二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，查看昨晚的监控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。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，嘿嘿。